在你們這次到了美國去以後，我覺得他講了一個更誇張的地方，講說我們知道講美國有第一島鏈，從日本到台灣到菲律賓，然後包括韓國也在這裡面。他說以後的這個第一島鏈不是軍事的第一島鏈，他這個第一島鏈是和平繁榮之鏈。哎，話講起來很漂亮，話講起來好像很輕鬆。可是你某個程度來講，如果第一島鏈不是軍事的第一島鏈，難道你要去軍事化嗎？那如果你去軍事化之後，它還會是和平繁榮的第一島鏈嗎？我記得他原話是點名了日本啦、南韓啦，包括大陸東南沿岸啦、台灣啦、香港、新加坡跟美國西岸，也就是太平洋的兩岸。然後這地方呢，科技發達，人才進步，然後資金充裕，供應鏈也完整。而如果說和平繁榮的話，那就非常好，當然好。那些問題是，為什麼繁榮不起來呢？為什麼和平不起來呢？是因為我們台獨嗎？是因為日本反中嗎？因為南韓反中嗎？美國反中嗎？還是說因為大家反共？到底是什麼？這第一個。第二個，那你說啊，共產黨覺得說我冤枉啊，我只是崛起啊。那你為什麼要承平時期打造一個人家從來沒看過的那麼強大的中國軍隊呢？你要做什麼？一般來說呢，你若是這個防衛型的軍隊呢，通常呢，你不會用到重型航空母艦。那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打造航空母艦，所以那時候去買那個叫做遼寧號以前呢，當時瓦良格號，當時人家講說啊，他們就是拿來要做賭場，我說騙鬼。我騙鬼，那麼將來賭場如果成為賭場的話，我出錢你去賭，我絕對不賭場，將來一定是做航空母艦，然後他一定拿着做藍本，一定拿着做藍本，然後一條條造出來。对，現在就這樣做，他不但把那做藍本，一條造，他把瓦良格號的整個團隊挖過來了，對，整個挖過來了，然後幫他打造航空母艦，那你說他想幹什麼？所以今天他自己講了。他說：“我愛好和平，但是我造海軍造軍艦呢，跟下餃子一樣。然後我航空母艦現在打造第4艘，然後核能的，然後呢，這個有這個彈射，有什麼彈射機制什麼等等。然後我有055大驅，然後我有核潛艇等等。我的這是海軍的部分。然後空軍部分呢，我殲20、殲35，什麼轟多少、運多少什麼等等，還有強大的無人機隊。然後這個陸軍我有什麼坦克，有什麼等等。”另外呢，我還有火箭軍，我現在核彈頭呢是600枚，多少？600枚，再過5年我到1000枚，再過5年我到1500枚，我跟美國跟俄國一樣多。然後呢，我不但除了這個之外呢，我還有太空軍，我還有網軍，我還有海警，我還切斷你們電纜。你覺得說大家會相信他愛好和平嗎？而且他不但是他的軍備多，而且他不斷的挑釁。对啊，你不斷的挑釁釣魚台，你不斷挑釁黃岩島，你等於說你日本、台灣、菲律賓，你不斷的去進攻人家，去威逼人家，那人家當然會覺得說你到底在搞什麼？特別是你現在在南海上面，我們講在公海的自由航行權，是一個維繫現在的商業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所謂的原則，他不斷的在去挑戰這個社會這個國際秩序啊。所以你看這些歐美國家講說，中共不斷的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就這意思。那中國說，那當年制定規則的時候我沒參加啊，對，那可以，你可以來改變，沒問題，只要你提出的方案，大家認為可接受，然後比我們現在好，大家會接受的，大家會接受的。那問題是，如果大家覺得說，哦，如果我接受之後，我過的日子跟你老百姓過的日子一樣，那我可不要，那我當然不會接受。對。所以今天這些很多我們這些藍營的老朋友們，現在不太跟我吃飯了啦，以前跟我吃飯，我就唇槍舌劍地講，我說這樣子啊，如果你覺得你能過上他們那種日子的話，你能接受的話，那可以啊。如果說你在那邊住3個月、6個月，然後住1年、2年，你住不下去的話，那你覺得還能做嗎？台灣很多人到大陸去定居了，然後把台灣身份證剪掉了，就最後呢？我記得有一個女的明星還是網紅吧，當時熱血沸騰到大陸去了，然後那時候水災，她那上網說啊，我家要淹了，救救我家什麼的，就人家說什麼，不要給政府添亂，就在中國不要給政府添亂。對，你在中國你不要這樣講話，不要給政府添亂，你家淹水那你家的事兒，台灣就是我要來救，台灣水災的時候哪一個縣市長不出來，你明天不用幹。對。不要說下次不要選，你明天就不用幹。
明天保證在議會把你罵到臭頭，罵到下台。而且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中國這個華中是常常水災，華南水災。然後當時呢，他為了要穩固這個所謂的主要是這個長江的這個大壩，也就是這個四川的這個大壩，他就把那個水直接的丟到安徽，是啊，直接的就是旁邊洞庭湖就直接淹了。那是老百姓的土地，那是老百姓的房子，那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你就叫把它淹掉。然後你一點愧疚都沒有，那老百姓被淹了也一點反抗的餘地也沒有，也沒有賠償，對，也沒有問責。同樣事情發生在雄安新區啊，是啊，對不對？這個事情不是第一次啊。对，你為了要維持三峽大壩的穩定，你不要讓三峽大壩潰堤，你就讓這個完全宣洩在一般的土地上。你說在其他國家不可能這樣。還有一點呢。事先沒有預警的，沒有預警，沒有預警。你如果說我要洩洪了什麼，你們趕快逃命什麼等等，然後我派軍隊來搶救着，那我勉強接受了，因為他說保三峽大壩更重要，否則死傷更慘重，可接受。但是你要做好善後措施，你要有配套，你不能沒有配套。我只問一個問題，各位在這麼多次大水災裡面，各位現在看到中共中央誰去慰問過？沒有。這第一個，沒有。這第一個，我只看過一個溫家寶。第二。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很久了，對不對？我一句話就問完了。第二，這幾年你看到哪一個省級的1把手跟2把手去慰問？沒有。你有沒有看到他發放慰問金？沒有，對不對？這個事情，然後台灣，我再說一次，台灣跟民主國家都不可能想象的。所以大家還覺得說那個社會比較好，你還會相信他？都不可能的。講這話，朋友們，我再提醒一次：2022年8月份，裴洛西來台灣，裴洛西剛剛走，中共對我們幹什麼？中共對我們幹什麼？立刻包圍，然後打飛彈幹什麼？對不對？那你覺得你會相信習近平的和平善意？不要說習近平，你會相信中共任何領導人的和平善意嗎？這樣講就清楚了。所以，對不起啊，講這些話的朋友們呢，你不是健忘就是無知。那你健忘你無知呢，我在這邊講出來就算了。你這樣講話的時候，你覺得中共怎麼看你？你覺得中共怎麼看你？然後你去談和平，你覺得中共會怎麼看你這個人？然後你去美國談和平，你覺得美國怎麼看你這個人？對，怎麼看你們這批人？你現在講的這個很大的問題啊。非常有趣是，鄭立維現在在美國訪問。是。那你看到他在美國訪問的時候呢，第一個他時間很長，可是他沒有行程，那你就看到他每天不知道在幹嘛。你沒有看到他跟一個重要的人物的對談。那你甚至去說你去跟一些智庫，可是智庫裡面也都是閉門會議。照理講，你去跟智庫談的時候是可以公開的，所以這個訊息是可以發表的。因為沒有那麼機密啊，都沒有，他們全部都是閉門會議。對。那閉門會議之後，我覺得更誇張的是，美國的媒體，美國的這個所謂的節目主持人直接點名鄭立文，他就是北京的人。也就是說，鄭立文這一次到了美國訪美的時候，第一，你的規格非常低；第二個，你感受到了非常強的一個敵意。這個是在過去國民黨，其實國民黨以前是跟美國關係非常好的。國民黨以前的領導人基本上以前都是這個是留美派，都是知美派。所以現在鄭立文碰到這個狀況，我在旁邊看，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是，那我比較不了解，就是他跟智庫為什麼要閉門會議？然後這閉門會是誰要求的？而且不能對外說明。是誰要求的？是台灣方面要求，是國民黨方面要求的，還是智庫方面要求的？當然是智庫啊，因為當然鄭立文當然希望能夠敲鑼打鼓啊。那或者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智庫它是只是代表智庫呢，還是代表政府講的話？因為這個真的是可考量的，因為我參加過這種會也蠻多次的，然後有的時候也的確閉門。那閉門原因就是那個題目真的是比較敏感，那牽涉到就是國家戰略層或兩邊的合作什麼等等，那可能會閉門。但是你說這種情況閉門有點奇怪就是了。所以我猜哈，以美方對台灣的了解，這次看到國民黨高層來，大概應該這樣講或問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你們為什麼擋軍購擋這麼多次？然後外面我們也聽說了，中共對你們放話，你必須擋軍購10次，我才會接見你們。就後來好像真的你們擋了10次之後，然後你們的黨主席，然後你們就去了大陸。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他會問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我們想到，美方也想到，這第一個。第二就是，那你把軍購戰擋下來了，那你將來台灣安全你怎麼辦？對，你覺得這部分不重要嗎？當然了，我很樂意賣武器給你，賣8000多億武器給你，但是你裁掉了那4000多億，剛好是你們自己本土發展，而且是現在最尖端、最應該發展的無人機啊。對，我們從俄烏戰爭、從中東戰爭都看見了，一個比較弱的國家對抗強國，無人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利器。對，那台灣有很好條件可以做。你們為什麼不做？你為什麼把這塊攔下來？所以美方要問你。那第三塊就是，那這樣的話，你覺得你把軍購這樣攔下來了，然後你去講一講和平之後，兩個就和平了嗎？那你真的能相信他嗎？美方就告訴說，我們為什麼不相信他？那如果這麼多國，像我剛剛講的，如果這麼多國家都不相信中共的話，你為什麼相信中共？就因為血緣關係就相信，那這樣的話，南北韓也可以統一了嘛？東西的當初也不需要對抗了。那這樣的話，南北約也不需要打仗了。那如果血緣這麼重要，那我跟你國民黨也沒得談啦。是啊，對啊。那所以也就是說，那你這些問題你都很難回答。我覺得這第三個問題，第四個問題就是对。你講說，我川普也去了這個大陸，所以你也去大陸，是，但是我們道理好像不太一樣，性質不太一樣。那當然了，我們美國對於中共，我們有自己的看法跟我們的這個盤算，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政策跟方向。那你對我們美國對中共的這些關係什麼，你怎麼看？然後你有什麼期許？當然你講了說希望看見美中和解跟美中合作，但我也跟你講了，我們為什麼不能跟中共合作，不能跟中共和解？然後這種合作是有限度的，我把這個告訴你了，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看法告訴我？所以我猜這都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最後的問題我覺得最難回答。我覺得美方問說，你還反不反共嘛？你還反不反共嘛？是，你的黨章的總綱第2條就要反共，你要拿掉嗎？你們拼命講說叫民進黨把台獨拿掉，那你的反共，你要這個反共要把它拿掉呢？那反共拿掉，你要統一後怎麼統法？所以這都是美方很關鍵的問題。因為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來說，它有一個國際政治的一個拼圖。台灣在這拼圖當中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塊，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塊。那你現在說美國看到最重要這一塊，然後這個反對黨主席來了，你這樣講話，然後你在那邊那樣講話。你兩邊講話是有點矛盾的，所以我必須把這些理清楚。這些我相信國民黨高層都不容易回答。更何況說鄭麗文在那邊講了一句對習近平感恩戴德的話，我本來只是一個陽春的在野黨黨主席，完全不被重視。就現在，因為我跟習近平見面之後，我就不一樣。我覺得那是一個在美國人聽起來等於說，你現在對習近平來講是充滿感情、充滿感激的。所以當然，習近平對他也講了很多很好的話了比如說什麼兩岸之間存在歧義啦，有長久形成歷史背景啦，不能一蹴可幾啦，叫愚公移山啦，精衛填海，就什麼等等等等，這些話當然都很讓人感動了。不過我常講，我說共產黨呢，這個第一呢作文比賽冠軍，第二呢騙死人不償命，從來就是這樣子啊。他們自己都說啊，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啊。台上握手，台下踢腳，這是他們自己的話。那麼也就是說，你信不信他呢？你不是說憑一句話、2句話去考量，你真的憑說他的這個實力跟動機。我們在國際政治上面，我們判斷這個國家對我有沒有威脅，我判斷2件事情。第一就是他有沒有實力威脅我，第二他有沒有動機威脅我。他有動機沒有實力，那我不太擔心；他有實力沒有動機，我都有點擔心。他又有實力的動機，我要非常擔心，對不對？我要非常非常擔心。中共是又有實力又有動機，他天天講要消滅你的，你還覺得說我相信他的和平論述，這不是很奇怪嗎？所以我再問你一次，如果今天你代表這個國民黨去，習近平跟陳誠跟說，這個保潔主席啊，我想通了，我真的不會打你啊，我真的不會打你。你明天回去跟這個台灣同胞講，我不打你們了。你敢回來講嗎？當然不敢，而且不敢相信。你為什麼不相信？我都這麼誠懇了，你還不相信？那現在人家就問說，那為什麼有人相信了？所以這個對比不是，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尖銳的對比。那我到大陸去，我也聽過類似的話呀。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回來講，我說對，我回去要備戰了。我回去備戰，我備戰我就相信你啊。對，我不備戰我是不會相信你的。我記得那時候，因為我們這個學術交流很多嘛，那次我們系上跟一些別的學校的，我們反正一個團過去，一個教授團過去了，雙方講到最後他們真的翻臉了。就我們團裡面一個非常溫和的老師說，那這樣我們明天回台灣就只好備戰了啊。非常溫和的老師，平常我們都沒有想到他會講這種話，就他那很平靜的講說，我們回台灣備戰，就這樣。所以這個我再說一次啊，真的要了解共產黨，你不了解共產黨，光聽他講話，你真的會被騙，就完全要以實力做後盾。是，那你怎麼來看待？就是說，現在如果把他已經訪問中國了，對，他現在也訪問美國了，對。那把這兩個串在一起的話，你怎麼來看待？甚至有人講說，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還特別提到，這裡面根本就是習近平欽點或是心目中非常想要讓他去選2028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人。那這可能是《華爾街日報》的判斷了，他不一定有這消息了。而且就算習近平這樣想的話，他也不一定這個消息應該不會走漏出來，大概就是2個人或者3、4個人這樣講的，這個要走出來是非常奇怪的，那是應該判斷而已。我講回我上次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說，當然這個鄭立文說啊，我如果沒有被他接見的話，我沒有見過他的話，我只是一個陽春黨主席啊等等。我反過來問，就是那習近平為什麼願意接見鄭立文？你難道就因為就是台灣裡面的最大的反對黨黨主席我就見你嗎？是這樣的嗎？還是說有別的原因？那我後來問了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台灣的背後不是美國的話，你覺得中共會見他嗎？中共會見當年的國民黨主席嗎？或見國民黨任何人嗎？如果美國不在背後的話，可能任何人都不會見，可能當然不用等到2028，或不用等到2027，可能在2009或2010幾，那就解決我們了，對，是不是這樣？所以換句話說，如果不懂得國際現實，不懂得說你的底牌在哪裡，這樣去跑去講和平，你這不是開玩笑嗎？然後他又曾經在大陸上講說，兩岸事情是兩岸之間的兩岸同胞的家務事我來讀一下，兩岸事是兩岸同胞的家務事，應該由兩岸中國人自己商量着辦，不需要外人指手畫腳，更不應該讓外部勢力將台海當作地緣政治的棋盤。那今天你去美國幹什麼？對，你為什麼要去美國？然後還說我把這個和平訊息帶來。美國人難道不知道中共講過這種話嗎？他當面就聽過，需要你來講嗎？那你為什麼來講？是你真的相信，還是有人告訴你這樣講？還是你認為你這樣講之後會得到人家的支持或背書？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量的。你說他去美國有習近平的影子？不只是影子，我就說我們得往下問一個問題，就是說，是不是當時就談好了？我們這樣談完之後，我就要去美國了。然後對面就講說，那你去美國是不是把這幾句話帶到？你能排除這可能性嗎？等於說他到底跟習近平的閉門會議裡面談了到底交代什麼東西？談了什麼東西？因為如果說他在那邊講說我要和平，但是我有軍備什麼的呢？我背後還有美國，我們來談和平。這樣我會很相信。你若只是談血緣啦、情感啦、文化什麼等等呢，我會非常懷疑。然後你就說我會相信他的這個承諾，那我更加懷疑，因為我是不，你也不相信他承諾，我也不相信他承諾，很多人都不相信承諾，那為什麼你會相信？對，所以我對於你相信這件事情，我是有懷疑的。那你的相信，一個可能就是你的判斷錯誤，一個是你被騙。一個是你自願上當，一個就是你覺得要靠過去，那才能得到什麼東西。那這些東西都是我會擔心的。也就是我們作為台灣的選民來說，我對這票將來不管是今年年底或2年之後，我的票投下去要投誰，我得認真想。因為2028戰爭和平，說明我投你反而是戰爭呢。對。我投他反而是和平，說明是這樣，我得認真想。所以作為一個中華民國國民跟選民來說，我會想這件事情。因為在國共內在有一個非常有趣、非常經典的一幕，
就是重慶會談。是重慶會談，當時毛澤東是一個非常有強烈菸癮的人，他一天可能要抽好幾包香菸，他是隨時隨地一定要抽香菸。可是蔣介石討厭菸味，所以為了這件事情呢，毛澤東在去重慶會談的時候，一個禮拜就不抽菸，他不能讓身體有菸味。他說那個對毛澤東來講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居然辦到了，而且毛澤東在那個會場裡面還講了一句“蔣委員長萬歲”，等於說我完全臣服在你的手上。那個部分當然一結束，他馬上就跑掉了。可是你要想想看哦，喊過蔣委員長人萬歲，而且為了要跟蔣介石見面的時候，菸都不敢多抽，一個禮拜不抽，一個禮拜不抽，菸都不敢碰一根。然後呢，最後他後來回到他的延安的老巢，回去以後。戰爭一結束，馬上進行攻擊。那個重慶會談之後，馬上進行戰爭，馬上進行攻擊。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怎麼還可以相信中？他是說翻臉就翻臉的啊！所以我才說嘛，要了解共產黨，要讀國共鬥爭史。對，不了解共產黨，然後不懂得世界歷史，不懂得國際政治，你現在去花錢談和平，那是沒有用的。那說到底了。國民黨人真的應該看清楚，如果沒有美國撐腰的話呢，我們玩不到現在，也輪不到我們去跟中共談或跟美國談。那再進一步談，就是誰最希望兩岸事情外國人不要插手，美國不要插手？當然中共，中共嘛，因為他孤立我們才好對付台灣。所以講這個話的人也很奇怪啊，你在大陸講一套，在美國講一套，這邏輯是不通的嘛。也就我們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或作為一個政黨領袖什麼的，或作為一個大國領袖，你的話必須是經得起考驗、經得起檢驗的。人家會曉得說，你在某些情況下從權說話，等等，但是你不能在這根本的底線上面呢，讓大家覺得說你有問題。所以今天的情況就是如此了。我也不能再多說了。那我們是不是回到那個電腦展的問題？對，也就是說。現在中國它為什麼這麼的一個焦慮？是因為台灣跟美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是，你從這次電腦展，以前因為是地緣政治的關係，我們是在第一島鏈的核心，這在2025的美國戰略報告裡面也提到，很清楚了。我就是核心，所以以前是地緣政治。接下來我們剛剛講了是科技，也就是說現在台灣跟美國的科技完全綁定在一起，你在未來 AI 世界裡面。這次科技展我覺得更可怕，它是地緣政治，它是科技的結合，甚至連摩根斯丹利都把資金帶來了，也就是美國跟台灣，我有意識形態，我有共同利益，我有地緣政治，我有科技，現在連美國人最在乎的資金，兩邊都綁定在一起了。所以那時候我不是談過一件事情嗎？我說我慢慢看懂一點，台灣憑借着這個高階晶片的這個製造能力呢，跟美國呢達成了戰略同盟，對，這個我覺得非常關鍵。現在我覺得台灣很多人還沒完全看懂。我覺得有趣就是，全世界現在對台灣的評價高於台灣人對自己的評價，沒錯，是不是這樣？是啊，這個我覺得蠻清楚的。我後來回頭查一下，我們的 Computex 大概在80年代就開始辦了。對，當時反正是很簡陋的攤位，就大家這邊賣電腦啊，然後什麼宏基什麼大老闆都在現場推銷，台北電腦展，對，推銷什麼的。80年代的時候，真的是我們不能說乏人問津，但至少乏外國人問津，這是可以確定的。90年代之後呢，因為我們這個電腦的能力啊什麼等等的，所以外國人慢慢來了。90年到2000年的時候，我記得比較清楚，當時不管是 Windows 什麼的，都来這邊設攤位，對，因為它最新的產品要這邊推，是因為這些推之後呢，華人市場就差不多要打開來了，所以當時蠻熱鬧的。這2年我看了真是嚇到了，對。我都不敢去看，因為為什麼擠不進去？都忍啊，都是人，真受不了。我都常常是忍到最後一天的時候，看有沒有是不是便宜東西，或者我需要東西再去看一看。現在你看看這些台灣類的大咖都到齊了，不用說了，國際大咖都來了。你說黃仁勳的旋風更不要說了，這個人是萬人迷啊，這沒辦法，我都想去買件皮衣去穿穿，太厲害了，這個。他是這個輝達的這個第一超級 sales， 毫無疑問的。走到哪裡嘛，哪一邊喜歡這邊分炸雞，那邊分什麼東西，哇，太高明了。所以你看，黃仁勳來了，蘇姿豐沒有趕上，但蘇姿豐先來了。那其他不管是那什麼ARM 的啦，陳立武也來了，什麼 ARM 什麼，全部都來了。那你說台灣強大到這種地步，馬斯克都說啊。
全世界高階晶片100%在台灣做，一句話給你講完。美國歷任的好幾個部長、國務卿都講，我們高階晶片90%、92%跟台灣買，所以他們想方設法要把他們一些高階晶片挖過去。台灣很多人擔心說台積電變美積電，大家放心好了。那當年那個 RCA 來台灣之後 ，RCA 變成台灣的 RCA， 然後美國不再強大了嗎？沒這事兒。台灣現在是後殖國力，然後呢輻射全球，所以大家放心好了。而且美國廠呢，就算做得再快再好，趕不上台灣廠的速度。對，美國工程師各方面，然後各種條件呢，趕不上台灣。就算他達成了他的目標，他最多拿到40%到50%的高階晶片，剩下40%幾到50%的高階晶片，他要跟誰買？還是要台灣？還是跟台灣買？他還是放不掉台灣，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而且這中間有一個非常有趣是，你美國就算是你把單一的晶圓廠帶過去了，可是整個的生態系在台灣，所以現在在這個亞利桑那發生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非常荒謬的事情是，他送回台灣來，送回台灣，也就是說我要在你那邊生產完以後，你還是要台灣封裝，還是在台灣這個檢測，台灣檢測跟封裝，除非你把這個封裝跟檢測的所有整套拿過去，但那個代價太高了，目前看起來沒有可能，所以你台灣再怎麼樣，它是一個森林，你就算把1-2棵樹搬過去了，這個森林的生態系它沒有辦法改變。現在這樣的，就是因為台積電過去之後，很多上下游廠商也跟着有興趣過去，但就算大家都過去了，大家都在那邊複製出一個小台灣或小新竹這科學園區，那個產能趕不上台灣了，這第一個。第二就是啊，美國比較大，然後很多地方呢跟台灣不一樣，台灣大概差不多2小時生活圈，所有東西2小時送完。台灣小，我們覺得很難受啊，覺得說很危險。但它小一個優點就是，我們送東西很快，買什麼東西一下1個小時、2個小時就都送到了。美國真的做不到。你在美國待一個月、待1個禮拜，你出去買菜開車你要開多長時間？對，我通常在美國去買菜開車開半個小時，對不對？來回就1個小時。台灣那種方便難以想象。我再說一次，台灣憑借的我們高階晶片的這種製造能力，跟美國達成了他最需要的戰略同盟，而這東西是美國是絕對不能放的。美國不要說日常生活用到我們的晶片，他們現在最高階的電腦的 GPU、CPU 什麼等等的，全部用到這個台積電晶片，連美國的戰機、航空母艦什麼的，全部用台積電晶片。你說他能放掉台積電嗎？不可能的。所以我再說一次，我們達成了戰略同盟，這點呢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剛剛講到一開始就是鄭麗文去了中國之後，他現在回來以後就是丟出了一個和平跟戰爭的一個敘事。那戰爭敘事好像只要選了國民黨，我就有和平；好像只要我堅持反對台獨，我堅持這個所謂的九二共識，我兩岸就不再發生戰爭。但真的是這樣嗎？剛剛明老師已經告訴我們了，跟中國打交道，最後都是以實力為原則。你沒有實力為原則的話，他只要比你強，他能夠把你吃掉，他把你給吞掉，他絕對不會遲疑半步。所以今天就看得清楚，就是今天台灣立足世界。剛剛有一句很妙是，台灣人可能是最不了解台灣價值的，台灣人也是最不了解台灣現在在美國，他在爭霸全球裡面扮演的那樣一個重要角色。我們要看清楚這樣的角色，我們要看重自己，我們要看清楚中共最終的圖謀到底是什麼。非常謝謝明老師。我再加一句話啊，我不是告訴大家說2026年今年年底或2028年怎麼投票，我不再講這件事情。我是說我們分析出了他們的戰略背景之後呢，大家自己決定該怎麼投票，只是這樣子。好，那非常謝謝明老師，謝謝。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
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对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